小杨哥和三只羊因为带货美城月饼惹上大麻烦了，这次可不是闹着玩的，直接被立案调查。这一款号称是香港高端月饼的产品，竟然在香港找不到门店，这一下子可捅了大娄子。连合肥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都出手了，这场风波会给直播带货行业带来什么影响？小杨哥又该何去何从？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峡谷课代表。中秋节前夕，直播带货的圈子那叫一个热闹，各个主播都使尽浑身解数，争着抢着推销各种月饼。在这当中，小杨哥和三只羊旗下的主播们那可是出尽了风头，他们力推的产品就是所谓的香港高端月饼美城月饼。高端型月饼里面都放黑松露的，还是米其林大师调制的。这月饼有99元3盒、169元3盒等不同的款式。为了让这一款月饼更有名气，更让人信得过，他们可是下了大本钱，请来了谁呢？那可是香港影坛的老戏骨曾志伟。不仅如此，曾志伟还带着自己的儿媳妇王敏义一起出现在直播间，这阵仗可不小。曾志伟和王敏义跟大小杨哥一起轮番上阵给美城月饼撑场面。星爷过来刷礼物了嘞！观众们一看这架势，还以为碰到啥稀世珍宝了呢。香港高端月饼再加上大牌明星来站台，这不赶紧买还等啥呢？于是乎，直播间里的销量那是蹭蹭的往上涨，一时间那是风光无限。有第三方的数据显示，这个品牌在抖音近30天的销售额超过了5000万元。可惜好景不长，细心的网友们开始对这款月饼产生了怀疑，有人专门跑去香港实地查看，想亲眼瞧瞧这款高端月饼到底啥样。结果呢，那真是让人惊掉了下巴。在香港怎么找都找不到一家美城月饼的门店，这一下可不得了，一时激起千层浪。网友们开始到处查证，这一查可不得了，越查越觉得不对劲儿。在香港那些主流的购物网站上也没有这月饼的影子。更让人傻眼的是，查看产地信息的时候，竟然发现大多数标注的是内地的城市，比如广州、佛山，号称是香港高端月饼，结果连一点香港的痕迹都看不到。消息一传开，网上立刻就炸了锅，网友们纷纷表示感觉自己被欺骗了，有的人甚至怀疑这根本就是个骗局。一时间，对小杨哥和三只羊的指责铺天盖地。面对这汹涌而来的质疑声，小杨哥和三只羊的反应实在让人失望。他们没有正面回应问题，也没有给出让人信服的解释，反而是避重就轻，想蒙混过关。这种态度那无疑是火上浇油，更加让消费者生气。随着事情不断的发酵，这场风波已经完全超出了2位主播的控制范围，事情越闹越大，最终终于惊动了有关部门。2024年9月17日，合肥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手了。他们发布了一份情况通报，直接指向三只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直播中涉嫌误导消费者的行为。这份通报可不是说着玩的，明确表示已经对三只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立案调查。市场监督管理局表示，会根据调查的结果，依法依规进行处理。这下可真是惹了大麻烦了，小杨哥和三只羊恐怕得面临严重的后果。在此之前，广州市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回应称，9月13日留意到该情况之后，该局马上对涉事企业广州市美城食品有限公司展开了核查。对于公众关心的是否在香港注册以及是否属于香港品牌等问题，该企业拿出了香港美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在香港注册的商事登记资料，出示了香港美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在香港注册梅孙美城香港美城月饼商标的相关证明，同时也提供了该企业与香港美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的商标使用授权等文件。至于是否涉及虚假宣传的问题，由于涉及范围比较广，涉事企业和带货公司分别处于不同的地域，进行跨地域核查需要协调多个属地监管部门，所以花都区市场监管局表示会加紧加快推进核查进度，依据法律法规进行处理，及时回应群众和媒体的关注。9月16日，广州市美城食品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的相关负责人展示了公司在香港的注册商标，并声称公司在2019年就已经在香港注册了品牌。如今遇到这样的事情也感到很无奈。
这位负责人表示，网上有人质疑我们为什么在香港注册公司，却在内地生产。我觉得吧，没有哪条法律规定在香港注册品牌就不能在内地生产呀，对吧？要是觉得这有什么不妥之处，也可以拿出相关的法律法规来。那么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作为美城月饼推荐人之一的曾志伟又有什么反应呢？曾志伟在今年9月初和疯狂小杨哥一起直播的时候，介绍推荐美城月饼，还说这个送礼非常好。对于小杨哥所说的他们在香港都知道，香港美城在线下卖700块钱一盒，也没有否认。OK， 好了。在9月15日的港姐决赛期间，有人曾向曾志伟提到这件事儿。刚说到月饼2个字，曾志伟脸色微微一变，装作没有听到，急忙放下话筒逃离现场。结束了采访，相关话题一下子登上了热搜第一。9月16日，网友调查发现，香港美城旗下的美城里淘宝旗舰店已经下架了所有月饼产品。抖音官方旗舰店虽然还在销售，但是账号上的大量视频被删除了，只留下一条2023年7月的发布会宣传视频。有记者以买家的身份咨询了2家网店的客服，得到的回复都是没有库存了。而当进一步询问是真的卖完了，还是因为最近的新闻不卖了时，一个客服则表示都是恶意下单的，然后又来申请退款，所以就不卖了。回顾整个事件的演进历程，我们不难看出，这并非直播行业首次出现问题，此前就曾有糟头肉事件。一直说呢，就是说我们卖的这个产品，这个五花肉不是好。假茅台事件以及陌陌主播引发的争议。每次事件发生之际，身为头部主播的小杨哥本应该挺身而出，直击问题，力挽狂澜。然而他们却一次次选择逃避，不断上演着避重就轻、回避核心问题的尴尬戏码。这种处理方式无疑是在自毁前程。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在当今这个信息高度透明的社会，任何试图掩盖真相的行为都将被毫不留情地曝光。其结果便是，他们亲手将自己推入了舆论的漩涡中心，陷入了进退维谷的艰难境地。如今，小杨哥和3只羊所处的处境堪称四面楚歌。一方面，他们不得不面对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调查，极有可能遭受严厉的处罚；另一方面，他们还要应对消费者的信任危机。要知道，对于靠直播带货为生的他们来说，一旦失去了消费者的信任，那无疑是致命的打击。不仅如此，此次事件还有可能对整个直播带货行业产生影响。毕竟，小杨哥和3只羊作为行业的头部主播，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广泛关注，他们的失误很可能会让消费者对整个直播带货行业产生怀疑。这次事件也给其他主播敲响了警钟，在追求流量和销量的同时，如何平衡商业利益与消费者的基本权益，已然成为每个主播都必须认真思索的问题。毕竟失去了诚信，就等于失去了一切。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相信会有更多的细节逐渐浮出水面。小杨哥和3只羊接下来会采取怎样的应对措施呢？他们是否能够挽回消费者的信任呢？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调查结果又会是怎样的呢？这些问题的答案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揭晓。随着事件的持续发酵，网友们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网友们都说了些什么吧。有一位网友毫不客气地直接开骂，这些主播实在是太过分了，难道他们把我们消费者当成傻子吗？说是香港高端月饼，结果连一点香港的影子都找不到，这不明摆着欺骗人吗？还有人对请明星站台的行为提出了质疑，曾志伟也来站台，这下可好了，连老艺术家的招牌都给砸了，以后谁还敢相信明星代言呢？也有网友表示对直播带货行业彻底失望了。我看呢，这直播带货就是个大坑，整天喊着便宜，可结果呢，不是假货就是忽悠人。以后我可不会再相信这些主播了。有人则关注到了监管问题，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平常都在干什么呢？为啥每次都要等到事情闹大了才出手，就不能够提前预防一下吗？也有人站在商家的角度进行思考，虽说做错了事儿确实该罚，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些主播和商家也是迫于无奈呢？现在竞争这么激烈，不弄点噱头根本就活不下去呀。还有网友对整个直播带货行业的未来表示担忧，这下可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以后谁还敢相信直播带货呢？那些老老实实做生意的主播和商家可真是无辜躺枪了。有一个理性的声音这样说，我觉得吧，这件事不能全怪主播，
消费者自己也应该提高警惕，多长个心眼儿，买东西之前多查查资料，别一听到便宜就冲动消费。也有网友对小杨哥的未来表示担忧，这小杨哥这回可真是踢到铁板了，之前那些争议好歹还能够蒙混过关，这次可是实实在在的被立案调查了，这以后还怎么直播呢？有个网友还调侃道，我看呀，小杨哥该考虑转行了，要不去演戏吧，反正忽悠人的本事已经练得炉火纯青。更有人把这件事提升到了整个社会诚信的高度，这哪里只是简单的带货问题呢？这分明是整个社会的诚信危机呀！从商家、主播到明星，一个个都为了赚钱不择手段，实在太让人心寒了。面对这铺天盖地的评论，小杨哥和三只羊的处境可谓是更加艰难。网友们的反应充分表明，这次事件已经严重损害了消费者对直播带货的信任。如何平息民愤，如何挽回消费者的信任，恐怕将会成为他们接下来面临的最大挑战。与此同时，这些评论也反映出公众对直播带货行业的监管有着更高的期待，人们期望看到更加严格、更加及时的监管措施，以确保消费者的权益不受到侵犯。这场风波无疑会成为直播带货行业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它不仅暴露了行业存在的问题，也为行业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如何在追求商业利益的同时，也能够保障消费者的权益，恐怕将会成为每个从业者都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随着调查的深入，相信更多的细节会浮出水面。小杨哥和三只羊接下来会如何应对呢？他们是否能够挽回消费者的信任？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调查结果又会如何？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拭目以待。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这次事件必将对整个直播带货行业产生深远的影响。感谢大家的收看与聆听，记得订阅与分享我们的内容，我们下回再见。